求求老天爷，给我们一口活命的粮吧！求老天开眼！这世上若真有神，怎么会让人饿成这样？神女娘娘显灵了！宿主，你冷静点，我是让你攻略男主，不是让你开局装神。男主是谁？就是他，沈爵，未来乱世帝王，快去攻略他！妖女装神骗得了他们，骗不了我。完了，男主不信你，攻略难度飙升了。攻略一个男人太慢了。今日起，信武者有粥。热的，真的是热的！快见神女娘娘！随武者可活。宿主，你管这座攻略男主？天下都跪了，他也快了。宿主，咱们穿的是乱世文，危险指数特别高。初始时装你不选加美貌，至少也得选加武力值吧？结果你选了个最没用的。这套素血含香技能只有无限白粥，能有啥用？谁说这时装不好了？这时装可太棒了。棒在哪儿？张角一碗米汤浮水，能让万众百姓为他买命。我的白粥可比米汤实在。宿主，你不会是想……演戏是我的强项。那武力呢？乱世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真遇上事，我也不是不能打。倒了2天粥，终于有鱼了。宿主，你那是好感丹，能加10点好感度的好感丹，你不用在男主身上喂给一群鱼。啊！你个败家子儿！那可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才从玛丽苏系统那里求来的，你居然喂了鱼！完了，全完了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攻略男主。书里写过，沈爵因死谏，请皇帝处死祸乱朝纲的方式，被降罪贬到风寒之地。他弟沈玉听闻消息，离家追随，成了沈爵身边的首席谋士，为他出谋划策，推翻腐败的雍朝，建立新王朝，是当之无愧的王佐之才。系统，距离男主的弟弟沈玉经过这片溪谷还有多久？13分钟。系统，你真棒。换装系统的时装获取方式，只有收集人的震惊情绪去抽奖池抽一个途径，是时候收割第一波震惊值了。宿主来啦！公子，方才那一幕，那碗白粥是凭空变出来的。袖里藏针，不过是一些糊弄人的障眼法罢了。眼下兄长下落不明，找人要紧。走。不枉我在西边守了整整2天。谁说好感丹位于败家？宿主你也太强了！有人，是吃的，他手里有粥，还有好多财宝。公子，看，姑娘，你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命金贵着。只要你把那碗粥跟财宝都给我，我也不为难你。我们这些人都快活活饿死了，你宁愿把粥倒掉，也不愿意施舍给我们？难道人命在你眼中如同草芥吗？尔等在吾眼中，与这溪水里的鱼虾无异。鱼怎能跟活生生的人相提并论？这个疯女人，喂鱼也不给我们吃，要不然咱们干脆抢了她。妖物，这鱼成精了！饶命，神女娘娘饶命！我只是饿昏了头，无意冒犯神女娘娘啊！求神女娘娘开恩！够了，宿主可以抽新时装了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手持部件碧落仙蓝，蓝生碧落，可治愈百伤。收集所有部件，解锁医术百科与入梦技能，真是个适合装神弄鬼的好东西。有了这个，可以再装一波大的，巩固下自己的神女身份，继续收割一波震惊值。
兄长说的没错，这吃人的世道已经病入膏肓。娘，这个鱼可以吃，我们拿回去煮给二哥吃吧，说不定二哥吃了鱼，病就能好了。这鲤鱼绝对不能吃，他们是山神娘娘的信徒，吃了会遭天谴的。那就让我遭天谴好了，我不要二哥死。山神娘娘饶命，我儿小不懂事，您要杀就杀我吧，求您放过他。山神娘娘，求您开恩，大慈大悲的神女娘娘，求求您救救我们！求您给我们指条活路。众生皆苦，这人间是渡不完的苦海。罢了，看在尔等并非大奸极恶之人的份上，吾便破例一次吧。神女娘娘慈悲，谢谢神女娘娘，信女愿一生供奉您。吾并非你们的神，不需要尔等供奉。恭送神女娘娘。从早演到晚，真是累死我了。宿主，系统空间是要消耗100镇晶值1分钟的，咱们赶紧选个没人的地方出去吧。1分钟100镇晶值，这么黑？出去，镇晶值不能浪费。宿主，那些流民还没离开哎！糟了，宿主，你刚才忘了把鱼群送的那些珍宝带走。哦，那是我故意留下的，算是一种考验吧。如果他们能通过我的考验，他们会是我第一批最忠实的信徒。神女娘娘说，她不是我们的神，那我们在这个吃人的世道，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？天底下那么多人，神女娘娘就算有通天本领，也管不过来呀。娘娘定然已经有足够多的信徒，才说不需要我们供奉。如果娘娘是我们的神，那该多好啊！真羡慕那些能供奉神女娘娘的人。你们快看，水里有东西在发光。这是神女娘娘留下的。娘娘留下这些宝物是什么意思？不会是给我们的？这是神女的东西，咱不能动吧？可是神女已经走了，走了也不能动，那是神仙的东西，你拿了不怕遭报应？这会不会是神女故意留下的？她是不是在试探我们？我可没动，我什么都没动。我也没动，这谁敢动啊？万一神女在天上看着呢？这不是，那也不是。在下沈玉，途经此地，诸位夜里聚在此处，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？神女娘娘将这套法宝用在此不是怕神女怪罪。是的。神女不需要你们的供奉，可心意总得有个安放之处。与其把这些珍宝藏在土里，让他们不见天日，不如就在那里用这些珍宝为神女建一座庙，立碑，写上今日之事。这真的可以吗？神女娘娘会不会怪罪我等自作主张？神女既愿意出手为你们去除病痛，便说明她是一位善神。我觉得他看起来是个读书人。读书人说的话应该错不了吧？那咱们就听他的。可我们连神女娘娘的法号都不知道，这庙该怎么建啊？是啊，万一写错了，岂不是冒犯神女娘娘？公子，您见多识广，能不能给我们拿个主意？不如就叫神女庙，不写法号，既不会因不知而失礼，也不会因妄断而冒犯。好，这个好，那就叫神女庙。对，就叫神女庙，给神女娘娘建庙。这个沈玉果然是个聪明人。既然命运让我穿越到这个世界，身怀济世之力，当怀救民之心。宿主，你演技真好，那些流民都把你当成了真神女，连沈玉都信了。她可是智多近妖的首席谋士。无他，为手熟耳。前世演技要是不好点，怕是早死了。你能吃东西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需要宿主你花镇晶值给我买皮肤。需要多少镇晶值？最便宜的小狐狸皮肤都要1000镇晶值。你穿上小狐狸皮肤后，能不能让这个世界的人看见你，听见你说话？可以啊。宿主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我给你买。宿主我爱你！我缠那个小狐狸皮肤好久了，它有9条尾巴，毛茸茸的，还会发光。宿主，从未听说过有谁家宿主给系统买皮肤，我好幸福啊！不错，这款皮肤挺适合你。神女不能只有善的一面，恩威并施才是长久之计。
素雪含香和碧落仙兰都偏向辅助，我得抽件具备攻击性的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部件：蝶隐簪、三藏蝶灵、虫蛇退避、百毒不侵、诛邪莫近。又是辅助型的，再来。恭喜宿主获得天恒昭彰套装手持部件：雷法令，令出法随，天雷照至，荡涤世间一切罪孽。好东西。宿主，这算什么好东西啊？咱们的任务是攻略男主，要让男主爱上你。你总不能男主不爱就放天雷劈到他爱吧？我当然知道任务是攻略男主，别急，我们一步步来。怎么来？等我装神女赚够了震惊值，到时候再抽几套加魅力的时装，惊艳出场，男主还不得被我迷得神魂颠倒？哇，宿主你好聪明，这个计划堪称完美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配合你。有你这么棒的系统，我真幸运。若非亲身经历，我很难把他们和昨日那群眼神空洞的流民联系到一起。多谢公子。你年纪还小，不必这么拼命。山脚下还有好多石头和簪抓，我得多搬几趟，这样神女庙就能建得快一点。娘说，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爱戴神女娘娘，就一定能感动神女娘娘。这些人的改变，都是因为他。公子，给我吧，您身份尊贵，怎能干这种粗活？不用。公子，大公子因禁言得罪国师，如今又被陛下贬出京都，眼下遭遇刺杀，下落不明。咱们要是再耽搁下去，大公子恐怕有危险。兄长是习武之人，他若遇险，无法脱身。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，就算找到了他，又能如何？你与沈二前去寻找兄长即可。公子，外面不比京都安对，灾祸不断，到处都是战乱和山匪，您一人在外实在不安全。若有什么闪失，我没法跟侯爷交代。那你留下，让沈二去寻兄长。公子，你这样不对，你要摔熟才粘得牢。你看，先这样揉，把力气使匀。是这样吗？公子这手一看就是拿笔的，拿笔的手也是手，能写字就能糊墙。俺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么随和的贵人。不好了，山匪抓了狗娃！怎么回事？俺们托人去城里买供奉娘娘的香火，回来的路上撞见了那伙山匪，狗娃没跑掉，俺没办法，只能先回来报信。那伙山匪盘在山头好几年了，少说20-30人，手里都有刀。贵妇缴过2回都没缴下来。狗娃，我的狗娃！糟了，是山匪追过来了！听说你们发了一笔横财呀？这小崽子可什么都跟老子说了。给你们1炷香时间，把宝贝都交出来，否则我就先把这小崽子煮了。这小崽子肉嫩，煮出来肯定香。大爷，我们没有什么宝贝，孩子是胡说的。胡说！这小崽子把你们建庙的事都说了，什么神女娘娘留下的珍宝，当老子不知道？水快开了，你们慢慢想。那是神女娘娘东西，你也敢抢？你就不怕神女娘娘降罪？就这破茅草棚子，你们这帮贱民连饭都吃不上，还供神？老子活了40年，杀过的人比你们见过的多，老子们没见过，真有神让他出来啊！老子倒要看看神的金身硬还是老子的刀硬！这些流民都是老实庄稼汉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我身边只有沈大一个能打，要救下孩子和这些流民毫无胜算。去，砍他一条腿，扔进锅里，看这帮贱民交不交！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蔑视神灵？是神女娘娘来救我们了。神女娘娘，你就是那个什么神女？老子还以为是哪路神仙，原来是个小娘们儿。老子今天就把你剁碎，看你还怎么装神弄鬼！那可是我给修仙系统当了3个月狗腿子才换来的，好像也没那么痛了。方才你说要将吾剁成肉泥，妖怪，别过来！你连神与妖都分不清，便敢吃人，尔等罪恶滔天，执迷不悟。今日吾便降下神罚，净洗乾坤，以正天道。神
们不应该怜悯苍生吗？我也是苍生中的一员，你不能杀我！杀生为护生，斩业非斩人，一切皆为苍生。神女娘娘，这些是那日您落下的。凡俗之物，与吾无用，尔等自行取用吧。那怎么行？俺们哪受得起这些珠宝？还是用来给娘娘您建庙吧。吾不是说过，吾不需要供奉，为何还要为吾建神庙？是我替他们出的主意。建庙之事，非是百姓想以此裹挟神女娘娘，而是他们惶恐。如今天下大乱，百姓困苦，他们只有把心安放在您的神像前，日子才能过得踏实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沈玉，一介书生。既是一介书生，那你为何不去考取功名？考取功名，或可救百人千人，却救不了天下人。能救这乱世的，唯有神女您。人间之事，自有其因果运行规律，如同江河奔流，自有其河道。吾不会过多干涉人间之事。神女明鉴，玉并非要您逆天改命，更非求您强改人间因果。江河自有河道，可若低溃大绝，亦须引疏导流，方能护得沿岸生灵。天道轮回，盛衰有数，乱世终结亦有时限。可乱世之中，百姓连生的根本都已被践踏，何谈规律运境？玉知香神女不愿干扰人间因果，从不敢求您定天下分混，只愿神女垂怜天下苍生，略施威力，拨乱反正，故万千无辜生灵一线生机，让人间的江河能重新流回属于它的河道。你倒是能说会道。这座庙，你们愿意建，便建吧。只是不必供什么香火，吾不吃那些。沈公子，神女娘娘刚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俺一句都听不懂。公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神女是不是愿意接受我们了？神女还会再出现吗？别急，神女娘娘应当是认可了我们，以后我们大家都是神女娘娘的信徒。我竟然成为神女娘娘的信徒，是不是在做梦？快，大伙儿加把劲儿，咱们这2天就把神女庙建起来。跟沈玉这种咬文嚼字的人说话，真他妈的累啊！宿主，你是神女，怎么能说脏话？我只是个假神女，人前装装得了，人后还装，那不成傻子了？系统，我现在有多少真金值？宿主，就刚才那一波，咱们足足赚了3200真金值，扣除进入系统空间消耗的真金值，你还剩4500真金值。好，把抽奖池端上来，让我来个10连抽。恭喜宿主获得天恒套装眼瞳部件善恶瞳，反锁善念，皆如镜照影，无所逃匿。恭喜宿获得浮生一梦套装衣袍部件浮生书，受到攻击时自动开启结界，击推敌人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鞋履部件浮生履，凌波微步，罗掠生尘，穿上可踏水而行。10连抽，不愧是10连抽。恭喜宿主获得乞丐套装、游侠套装、武将套装、厨娘套装、书生套装、小偷套装。恭喜宿主获得9天玄阴套装披头部件晚游云，身披此物则身轻如雨，玉气凌天。系统，你是不是偷摸改了爆率？不信我啊，抽奖池的爆率都是主规定的，我没办法更改的。那为什么我10连抽还不如单抽？宿主，因为前10抽有保底，现在保底过了就是正常爆率，可能宿主你脸有点黑。事实证明，旋不就飞，刻不改命。浮生霄确实不错，但我现在需要的还是无限白粥技能。眼下是乱世之初，再过3个月，雍朝皇帝驾崩，方士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把持朝政。到那时，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。我需要更多震惊值，待天灾来临之际，为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争得一线生机。求神女娘娘保佑！娘，我好饿。吃吧。是白粥，逃荒以后，我都快忘了饭香是什么味儿了。这就是神明的力量吗？
神女娘娘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！谢神女娘娘救命之恩，娘娘万岁！善。你们既得了神女的恩赐，还不速速离去？我们还能去哪儿啊？信书城不让流民进城，家也没了。敢问阁下是？我乃神女座下灵兽。说来惭愧，我等凡夫俗子，见识浅薄，从未见过如灵狐大人这般口吐人言、通晓仙家事的灵兽。想来大人在神女座前，必定也是极受倚重。算你有几分眼力。我在神女座前修行300年，自然受神女倚重。令狐大人神通广大，欲斗胆，请大人指教。神女不识香火，我等该如何供奉娘娘？神女常言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你们若诚心供奉神女，往后多行善事吧。宿主，那个沈毅太难搞了。筒子啊，就是因为沈毅难搞，所以我才派你去应对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能扛事的那个。宿主，下次要做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。对了，宿主，我刚刚装神兽赚了1300真金值，我们现在一共有4500真金值。那1300真金值你自己留一半，存着买皮肤吧。宿主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宿主？行了，把上次那个佐料粉给我，咱们今天吃烤鱼。宿主，你不是大爱苍生的神女吗？你怎么能吃鱼？傻了吧你？都说了我是装神女，又不是真神女，演戏而已，你还真信？嘿嘿，怪我入戏太深。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去攻略男主啊？急什么？我有自己的节奏，你别打乱我的计划。这乱世，别说底层平民，就连一些小地主家也没法日日喝稠到能立块的白粥，难怪人会越来越多。这几天神女未曾阻止流民，应该是默许。各位，去告诉信都城周围的流民，神女林凡在此四周。沈公子，我这就去，我有亲戚就在城外，我也去。这沈玉还真是个人才啊，他很会拿捏人心，又有文化，那群流民已经隐隐把他当成领头人了，难怪能压得住。神女娘娘给了我们一口粥，是让我们有力气活下去。但往后的日子，我们不能光指望着娘娘天天施粥。我方才去看了，那边林子里有野竹和枯木，砍下来就能搭棚。小沈，我跟你去。沈公子，我也跟你去。公子，我也去。好。总算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了。娘，我跟二哥今天又打了鱼草，去喂娘娘庙旁边溪里的鲤鱼。瞧你跑得满头大汗，那些鲤鱼是娘娘的信徒，你还咬了人家一口，咱们必须得好好弥补过错。我也是饿极了嘛，我现在天天给他们喂鱼草。好孩子。原本死气沉沉的流民队伍，慢慢有了生机和秩序。仁慈的神女给这乱世带来了生机，只要她在，这样的烟火气往后只会越来越多。我愿以此身如竹，哪怕燃尽最后一寸骨血，也要从这恶殍遍野的乱世里拽出一个干净的清平人界，让这世界配得上她的慈悲。系统，我现在有多少震惊值？宿主，最近来神女庙流民多，震惊值都攒到了15900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震惊值。宿主，要抽时装吗？抽。宿主你在干嘛？玄学，懂不懂？抽奖之前先洗手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挂件部件入梦铃，
遥之可催眠之梦，令闻者身临其境。我的脸怎么可能会黑成这样？10连就出一个，这一定有黑幕。再来。宿主，限时奖池是消费震惊值到一定数量才能开启的，奖池里的套装只要过了限定时间就没办法再抽取，只能等下次返场。那就抽。恭喜宿主获得昆玉4万套装手持部件9穗核，挥之可随机获得一种农作物种子。又是只有一个高级部件。宿主，20连出2个高级部件，其实也不算飞，就是这个9穗核看着没啥用。不过这个入梦铃挺好的，到时候咱们可以催眠男主，在梦里对他这样那样，让他食髓知味，念念不忘。昆玉丝绣套装的技能非常有用的，要不要全部梭趴？赌一把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让我欧一次吧，我愿意用一生姻缘去换，哪怕永远单身，我也愿意。恭喜宿主是获得昆玉丝遭套装配饰部件丰年诀。恭喜宿主获得昆玉丝小套装衣袍部件加穗迎车，身披此衣，所履之处枯长寒润，皮土升高。还剩10抽。恭喜宿主获得16多子套装多宝16只，石棋子繁育昌盛，子嗣兴旺。退钱，我不玩了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系统，我能不能申请未成人退款？宿主，可你是个成年人啊！恭喜宿主获得昆玉丝小套装发冠部件神农遗韵，戴上此冠可增加附近农作物的生命力，收集所有部件，解锁沃野千里技能，增加作物产量。宿主集齐了。果然梭他是一种智慧。哎呀，宿主，你突然亲人家干嘛？我不是那种随便的桶。这套时装的技能真牛啊！宿主，不是这套时装厉害，而是高级时装穿一整套和只穿戴1-2个部件效果差距很大。宿主，你要是收集齐浮生一梦套装，使用入梦铃跟碧落仙兰治疗和入梦的效果也会翻倍。原来如此，今天运气看起来不错，我试试看能不能刷出高产量的农作物。不对，我今天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欧？该不会真是用一生姻缘换来的吧？宿主，是红薯哎，我要吃烤红薯。你个系统，嘴怎么这么馋？我以前是个光球，啥都不能吃，现在能吃东西了，我就……好了，以后补偿你。这些红薯不能吃，我要用它们当种子。宿主，你居然还会种红薯？我是警校毕业的，又不是农学毕业的，我怎么可能会种红薯？宿主，我有办法。这是之前宿主写的一份红薯种植教程，原本他是想当做投名状送给男主，结果他发现那个世界压根儿没红薯。筒子，你真是我的小心肝。我得想个办法，把这些红薯还有红薯种植教程交给萧玉和那些流民，然后再狠狠收割一波震惊值。第5次了，自从离京，追杀我的人就没断过。无论我怎么乔装打扮，藏在多隐蔽的地方，他们都能很快找到我。宿主，咱们真不去救吗？男主他好像有一点死了。不去，为了让4周土地变得肥沃，我穿着这身时装跟暴走王似的从早走到晚。我现在只想睡觉。况且男主不是都有男主光环吗？我不去救，应该也死不掉。可是宿主，万一男主嘎了，我们任务失败，这个世界就会崩溃，所有人都会死。我去，不早说！沈将军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骆道清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，值得你们这么为他卖命？国师大人是仙人，自是值得我等誓死追随。仙人会指使你们干这些勾当？你口中的仙人，为一己私欲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卖官误爵，逼得百姓卖儿误女。
他们这些方士，分明都是蛊惑圣心、祸乱朝纲的妖人！住口！休要污蔑国师大人！大人说了，先破后立，天下大乱方能治世，死几个人算什么？沈将军，你安心上路吧。松开！姑娘，求求我，沈某必有重谢。原本还想赚点震惊值，现在人晕了，我装脚给谁看？宿主，是沈玉找了过来。宿主，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呀？你这么走了，男主都不知道是你救的他。时机未到。大公子，还好没事。神女娘娘，神女娘娘显灵了，大慈大悲。又比昨天少了一半，天天上演刺州，脱敏也正常。是时候该给他们一些新的震撼。吾今日于九重天血遇农神，农神免人间耕种为奸，特托吾携一物下界。那是什么？此乃神种，名曰红薯。农神言，此神种不择玉土，不惧旱魃，无论山岗薄地、沙砾荒坡，皆可扎根。一株可结数枚，春种秋收，亩产逾2000斤余。2000斤，1亩地。很好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若人间有人能将此神种培育成器，吾便降下一道机缘，让此地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保一方百姓3年不饥。3年不饥。神女娘娘，可否让玉一试？你与此物无缘。非是不认可沈玉，他做的那些善事，足以证明他是个心怀天下的人。但他毕竟出身世家，若将一切资源都倾向于他，对百姓不是好事，对我的谋划也极为不利。二哥，你种地种的那么好，要不然你去试试？小妹，那可是农神的神种，连沈公子都与神种无缘，我一个普通农人哪能肖想？可咱们村就属你种的地收成最好。那不一样，你别乱说话。神女娘娘，我二哥会种地，他以前在村子里种地种的可好了。神女娘娘，您就让我二哥试试吧，他一定可以的。那你二人上前来。两人皆是知恩图报之人，比起崔二郎，崔三丫显然更适合，但他年岁太小，眼下担不了这样的重任，只能慢慢培养。神女娘娘可真美啊！不过年纪小也有年纪小的好处，新脑子更容易接受新事物。崔二郎，小人在，他还没自报姓名，神女娘娘果然无所不知。吾将神种交于你，你可愿意？小人怕种不好，小人没出息，就会种几亩薄地，怕辜负了娘娘您与农神。非也，农神所种非技艺之精，而在心诚。你只需尽力而行，种好了是你的造化，种不好是这方天地灵气不足，容不下这神种，非你之过。小人不大会说话，但小人跟神女娘娘保证，这神种小人拿命去种。面前红薯种植还存在不确定性，必须未雨绸缪，万一失败，也要保全崔二郎，不能让他成为众矢之的。我不杀伯伦，伯伦却因我而死，这样的悲剧绝不允许发生。善。神女娘娘显神通了。崔三丫，你且来吾身边。你心思纯净，灵台清明，与农神之道有缘。吾今日便传你红薯种植之法，望你兄妹同心，相辅相成。
崔三丫，吾已将这红薯种植之法传授给你，好生记着。他日你若能将此法广传人间，惠泽苍生，农神必当欣慰。三丫，神女娘娘传授你的红薯种植之法，你可快跟二哥说说。二哥，我都记清楚了，我还看见了好多好多东西，到了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地方。那肯定是娘娘把你送到了天宫，让你看仙人是怎么种地的。没错，这一定是仙法。既然知道了种红薯的法子，不如看看附近有没有肥沃的土地。对，这要是种成了，以后咱们就不用再饿肚子了。宿主，你为什么把入梦灵的技能用在崔三丫身上？你用在男主身上多好，给他编一出梦中幽会的戏码。我现在哪有时间攻略男主？眼下最头疼的是，该怎么名正言顺拿下信都城？可是宿主，咱们不能这么浪费。系统，我们刚才赚了几万震惊值，你觉得这技能用的亏了吗？我超威，这次怎么赚了这么多？但是宿主，我们的任务是攻略男主，要是完不成任务，我们会被逐出这个世界的。看来我得做些什么，先稳住系统，至少不能让发现我另有所图。沈公子，沈公子，我听人说三丫今日撺掇他二哥抢了您的机缘，小孩子年纪小不懂事，您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我们身无长物，只有这一篮今早挖的野菜，还望公子收下。因为神女庙前空地不够，我们只能轮流去跪拜神女娘娘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一天没看住，这兄妹俩就捅了这么大的窝子。二郎得到的神种已经种进土里，但三丫，明日天一亮，我就带着三丫去求神女娘娘将这恩赐还给公子。王婶，你误会了，并非二郎和三丫抢我的机缘，而是神女娘娘说我与神种无缘。什么？是神女传授给二郎和三丫的。王婶，莫要再苛责三丫，今日若不是她勇敢站出来，我们或许都得不到这神种与种植之法。这些野菜我万万不能收。王婶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快带三丫回去休息吧。沈公子，三丫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可惜没投个好胎。他爹走得早，我又是个粗人，我怕教不好他，把他给耽误了。沈公子，您是有大学问的人，我只希望你能让他跟在身边，学个皮毛。三丫，你想识字吗？想的。那你以后便唤我先生生吧。入学启蒙总该有个正经名字，何者家谷也，春生秋成，虽不若百花争艳，却养万民，济天下。日后你便叫崔和吧。崔和。大公子，您总算醒了。大公子，我这伤是你找的大夫？不是，属下发现您时，您的伤就已经伤愈了大半。这样重的伤势，便是太医院国手在此，没个10天半月也休想下床。山野之间竟有这样的医术，那你可曾看见一位姑娘？方圆百卜，属下来时都看过了，没有其他人。我分明记得晕倒前还闻到她衣袖间淡淡的谷物清香，怎么只有你？福燕呢？二公子我们来寻您的路上，在溪边遇见了一位法力无边的神女。神女，方是祸乱朝纲，蛊惑圣听，致使朝堂乌烟瘴气，百姓民不聊生。沈二，你是沈家不居，自幼跟在我和福用身边，难道不知道我最恨什么？大公子，神女娘娘跟那些方士不一样，我跟二公子亲眼看见神女施展神通，凭空取物，还引得溪水的鲤鱼朝拜献宝。够了，这世间哪有什么鬼神之说，不过是些招摇串骗的妖人罢了。学了点障眼术，就敢妄称自己是神女，有朝一日，我定要杀尽这些愚弄百姓的妖人。福燕在何处？大公子，二公子就在前面不远。他吞吞吐吐做什么？二公子如今已经成了神女娘娘的信徒，正带领一众流民为神女建庙。荒唐！带我去找福燕，我倒要看看这位神女娘娘究竟有什么通天本事。宿主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刚才男主一下子就给你涨了20好感度。我之前几任宿主对男主嘘寒问暖一辈子，最高也才刷到50好感度。哦，挺好的。我就知道宿主你可以的。当时你没有第一时间救男主，肯定是为了让他刻骨铭心的记住你的救命之恩。
后来你直接离开，也是为了让他念念不忘。毕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这就是脑补吗？果真是成功之后，自有大儒为你辩经。宿主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不好了，男主的后朝威怎么一下子扣掉了40，成了-20？慌什么？男主不习巫蛊之术，他应该是听说了我的事迹，将我当成了骗子。那怎么办？急什么？等他主动找上门来，知道我不是他想的那样，好感度自然会加回来。那万一男主不来呢？你忘了吗？沈毅还在这儿。宿主，你真是老谋深算。不会用成语就别用。进来。如何？回禀国师，失手了。第几次了？第5次，5次了，真的没办法改变吗？我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1年前，我穿越到雍朝末年，成了雍刑帝最宠幸的方士。可这并非好事。历史上的罗道清是个大奸臣，为了一己私欲，他结党营私，残害忠良，诬陷大将军沈觉，害他被贬出京都。雍灵帝驾崩后，罗道清扶持幼帝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各地豪强揭竿而起。1年后，沈觉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破皇城，罗道清被处以极刑，方士全都被处死。我也想过跟沈觉示好，可我穿过来时，方士已经开始给雍灵帝下慢性毒扶持新帝。这时候倒戈，那些方士一定会杀我灭口。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先下手为强，杀了沈觉。可结果并不尽人意，难道历史真的无法改变？国师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带人去信都城守着，信都校尉周白是沈觉旧部，等他们2人接头，你们再动手。是。对了，国师大人，信都县城附近传言有神女降世，有人自称神女。靠，什么人啊？比我还能装。可知是怎么回事？听父亲娘民说，神都不仅能凭空取物，还能降下天雷，惩罚作恶多端之人。你说什么？天雷？属下也不太清楚，只是听辽民说，那天雷威力巨大，顷刻间便能将人劈成灰烬。天雷？难不成是火药？不对，雍朝末年怎么可能会有火药？难道他也是一个穿越者，而且连火药都搞出来了？更要命的是，这人很可能已经投靠了沈觉。历史上的大夏开国皇帝沈觉人格魅力特别高，这个穿越女估计也是个想跟沈觉谈恋爱的恋爱脑。不行，不能继续坐以待毙，必须拉拢他，拉拢不过来就除掉他。恋爱脑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个恋爱脑会造火药。大公子，这玩意儿哪是人吃的？你们听说了吗？神女娘娘赐下的粥里加了仙露，喝一碗能顶3天不饿。真的有神女赐粥吗？我亲眼见过，还能有假？太好了，神女娘娘一定下凡来救苦除难的。仙露，仙人下凡救苦救难，又是这些话术。荆江氏用武士胆哄骗天子时候，也是这一套说辞，说服用武士胆能延年益寿，而这所谓武士胆根本不是仙药，是害人至深的毒药。此地竟有乱世罕见的安宁，不过是虚假的繁华，如镜花水月，一戳就破。宿主，上次赚了那么多震惊值，我就把画面功能升级了一下，现在画面已经扩大到整个溪谷了。鸟枪换炮了。宿主，你果然料事如神，男主还真来了。咱们要不要去露露脸啊？筒子，我现在扮演的是神女，要是随意露面，那还怎么保持神秘感？这可怎么办啊？不急，等沈觉亲眼目睹我使用那些时装技能，他定然会想办法求见我。昆玉丝宗套装虽能让作物早熟，但没办法让这些红薯苗一夜之间长成。但是红薯成熟至少还要4个月，太慢了。宿主，你可以强化套装啊！宿主，你只需要再消费1万震惊值，就能开启套装强化功能。强化后的套装技能效果会翻倍。筒子，你真棒！幸好这段时间获得的震惊值都攒着没花，区1万震惊值，我消费得起。恭喜宿主获得浮生一梦套装坐骑部件浮梦仙鱼，无视地形障碍，遇水踏雾，遇山穿林，日行千里。
30连抽就给我出一个高级时装部件。宿主还抽吗？抽。恭喜宿主获得天恒招装套装衣袍部件，昭明成天，玄袍加身，如负天归，可开启罚罪领域，冷却120小时，收集所有部件，解锁罪与罚技能，惩罚世间一切罪恶。还不错，之前30连才出一个部件，这次10连就出一个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衣袍的技能很实用，能把有罪之人拉进领域，让他们也经历受害者的痛苦。爹的，什么破功能？强化一次要3万震惊值，怎么不去抢啊？宿主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想到套装强化要这么多震惊值。资本家的丑恶嘴脸。昆玉丝后套装强化成功，沃野千里效果提升，可缩短作物4个月生长周期。缩短作物4个月生长周期，这震惊值花的似乎也挺值。昨夜苗又窜了一截，看来这神种咱们是种成了。可不是，老朽种了一辈子地，头回见长得这么精神的苗。如今这红薯苗还没成熟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须得好生照料这幼苗。福叶，兄长，你没事太好了。对了，兄长，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种的红薯，那可是能亩产2000斤的神种，待它长成，这世间或许就再无恶徒。如今粮食最多过亩产200斤，这种无稽之谈你也信？兄长，这神种红薯是农神托美女从天宫带到人间来的，凡物自是不能与其相提并论。我原以为沈二可能是夸大其词，如今看来，你当真是被迷了心智。我知道，兄长你痛恨方士祸国，但神女并非蛊惑人心的方士，她是真正心怀苍生的神举。我不能再让你继续留在这里，你跟我走。我要留在这里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。福燕，你曾经立誓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些你通通都抛之脑后了吗？我从未背弃自己曾经的志向，兄长不必再劝我，我意已决，愿将此生献于神女，永远追随她的步伐。沈公子，不好了，官兵来了！奉信都太守之命，此地流民私自开垦田地，违反大庸律令。来人，把这些秧苗都给我拔了！军爷，少废话！速把这些秧苗都给我拔了，一颗不留！是。不能拔呀！这些都是神女娘娘赐下的神种，我们全盼着靠他们活命啊！滚开！住手！军爷，不能毁！这神种成熟了，能活很多人的命啊！反了天了，连官兵都敢拦！要毁苗，你们就先杀了我！二哥，流民开垦的是无主荒地，按照大庸律令，流民于无主荒地开垦耕种，3年内免赋税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难道连律法都不懂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本校尉讲律法？给我拔！你去，就是送死。你是什么人？让周白来见我。这流民竟认识周校尉，若今日之事传到周校尉耳中，我定没好果子吃。所有人听令，这些流民聚众闹事，抗拒执法，持械袭官，就地格杀，一个不留！不，那是大家的命根子啊！是神女娘娘，是神女显灵了，是神女娘娘来救我们了！毁坏神种，尔等可知罪。沈玉，神女娘娘，是小人无用，没能护住神种。你不必自责，红薯乃天上之物，强行在凡尘栽种，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命中该有此一劫。然你们以性命相护，赤诚可见，为这红薯苗留住了一线生机。神女娘娘慈悲，谢谢神女。起死回生，神女娘娘大慈大悲。
坠星不是障眼法和迷魂药能做到的，看来他身上确有真本事。倘若能得他借助，日后行军打仗，伤亡人数必能大减。宿主，男主对你的好感从-20变成+20了，咱们这次赚大发了。郭攀，信余城副都尉，任职7年。我并未自报姓名，他怎会知晓？难不成她真是神女？不可能！国师大人说过，这世间除他之外，并无其他仙人。自你任职以来，一共克扣军饷1200两，侵吞赈灾粮食800斤，强占民田15顷，逼死百姓7人，奸淫民女3名，其中最小的年方12。这7年间，因你而死的冤魂一共39条。妖女，你一定是妖女！谁若能杀了这个妖言惑众的妖女，本校富足赏银100两。郭大人，那可是神女娘娘，咱不能对神女动手啊！放狗屁！那就是个妖女，老子杀了你！神女娘娘，凡人岂能伤神明？难道这世间真有鬼神？妖女，你这个妖女！冥顽不灵。传闻神明皆有多重法相，竟是真的。我看不见了，一定是神女娘娘发怒了。这威压笼罩是有了，可惜只能把一个人拉进罚罪领域，看来只能用入梦技能来惩戒郭鹏了。宿主，好了，场景已经搭好了，可以用入梦技能了。发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该不会是18层地狱吧？18层地狱怎么可能这么亮堂？这里是天宫吧？这是如何做到的？兄长，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伟力，这是神明的力量方式误国，致使百姓苦不堪言。可神女所行之事，无一不为苍生，在我心中，她才是这世间唯一的真神。人亦有好坏，看来我不该以偏概全。审判庭既开，罪业将无所遁息。郭攀，神种承天地气运，护一方生民，你一念愚昧，险些毁去万千生灵希冀，今日便由吾亲审你的罪孽。你克扣军饷1200两，导致兵卒没有冬衣，冻死13人，此罪你可认？神女大人，小人只一时利欲必熏啊！是非功过皆有定数，你该向那13名兵卒忏悔。冷，好冷，谁来救救我？原来朝廷一直有给我们发军饷，只是都被贪厌了。去年郭校尉让我弟弟六子被活活冻死，他却拿着我弟弟的军饷在酒馆里逍遥快活。我弟弟他才17岁啊！贪没军饷粮草，罪该万死。我还活着。郭鹏，你私吞赈灾粮800斤，导致受灾百姓无粮可食，饿死16人，此罪你可认？赈灾粮一事是王太守指使，我不曾燃煮过那些赈灾粮啊！神女娘娘明鉴啊！此事你的确不是主犯，娘娘，但你助纣为虐，偷运赈灾粮，这16名百姓的死，与你亦有间接关系。好饿，好饿！逃荒路上，树皮、草根、观音土什么都吃过，这些狗官根本不给我们活路。狗官死了活该！大人，那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是我全家老小唯一的活路啊！求您高抬贵手！一群贱民，赶紧给老子滚开！阿爹，阿爹！楠楠，跑，快跑！救命！救命啊！郭鹏，此罪你可认？神女娘娘，我愿意把那些抢占的粮田物归原主，以后我一定改过自新，多行善事，弥补过错，求您宽恕。晚了，那些有资格宽恕你的人，如今均已投胎转世，而你只能去无间地狱赎罪。国师大人也是仙人转世，我妹妹得他宠幸，若置我于死地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神女娘娘替天行道，神女娘娘功德无量。宿主，你不催除红薯苗了？信都城蝗灾未解，这张底牌不能动。可技能范围都能覆盖整个信都城了，效果肯定很可观。所以更不能现在用，不然等信都城庄稼被黄渤后害掉时，我就只能干正眼了。对了，系统，
我现在有多少镇经值？76000。宿主，你赚了这么多镇经值，干嘛还天天风餐露宿？系统空间有大床房，包夜只要5000镇经值，你完全住得起。钱要花在刀刃上。睡觉不算刀刃吗？以前出任务睡在野外，我不仅得担心被人一枪崩了，还得担心被蛇鼠虫蚁咬，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？宿主，等完成任务，我就跟主神申请给你多加10亿奖金，这样你重生回到原本的世界，财富自由，就可以辞职不干了，安心当条咸鱼躺平。好。系统，我给你买个新皮肤吧。宿主，我不想要，这皮肤看起来像是兔子，却长着鸟类的嘴，还有蛇的尾巴，丑成这样，它居然要5万镇经值。咱不能当这个冤大头，买这个皮肤真的太不值了。快换上给我看看。好吧。不错，不错。沈家兄弟那么帅，你看都不看一眼，成天就盯着一群面瘦肌黄的流民。我的小狐狸皮肤那么漂亮可爱，你非让我换个这么丑的。宿主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有恋丑癖，至少也得选加武力值吧。闭嘴，睡觉。大哥哥，我叫崔和，是先生的学生，这是先生让我送来给你的。这粥哪来的？神女娘娘赐给我们的呀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天天喝到粥。每个人天天都能喝到？之前没法天天喝，因为神女庙容不下太多人，跪拜神女娘娘。不过先生很聪明，他让去跪拜神女娘娘的人将白粥带回来，然后倒在一起，这样大家就都能喝上粥了。你说的先生是沈玉？他人在哪儿？先生带人在后山开垦田地，说是以后都用来种红薯。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莫非这世间真的有神？这粥可真香，要是我那可怜的孙孙也能喝到就好了。夏老头，人各有命，咱们能得到神女娘娘眷顾，已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是啊，神女娘娘心善。大哥哥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先生，大哥哥找你。兄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明知故问。你嘱咐那小丫头一大早给我送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主动来找你？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兄长。前来神女庙的流民日渐增多，纵然我有3头6臂，也兼顾不过来，可不得想办法留下兄长你。那你带我去见神女。兄长，神女哪是我等凡夫俗子想见就能见的？我听流民说，神女每日辰时会在庙前赐粥，我明日可否随流民一起跪拜神女？看到那些人了吗？他们都想去跪拜神女，但神庙前的空地有限，容不下太多人。兄长，你要是也想跪拜神女，就只能排队领号，等轮到你的号才能去。
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队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排到的。叫什么名字？从哪儿来？识不识字？知不知道跪拜沈女时要说什么话？沈觉，字长风。大公子，沈二，怎么是你在这里给流民做登记？属下早年在府中跟着夫子学过几个字，二公子就给属下安排了这么个差事。那沈大呢？他不识字，逃过一劫。沈毅说跪拜沈女娘娘要领号，给我。对了，大公子，跪拜沈女娘娘是有规矩的。说，您跪的时候，额头必须触地，触地的时候还得响，不响不算诚心。然后还要说沈女娘娘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跪下去的时候，膝盖不能分太开，手心要朝上，额头必须触地。障眼法又是什迷魂药？宿主，男主看你都看呆了，他刚刚给你加了10点好感，现在好感度有30了，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听你是看白昼看呆了，让系统这么误会着也挺好。神女娘娘赐粥的时候不许喧哗，不许站立。神女娘娘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粥喝，你怎能对神女娘娘不敬？把他赶出去！对，赶出去！不能让这个对神女娘娘不敬的人继续留在这里。兄长，神女已然成了此地百姓唯一的信仰。我知你不信鬼神，但你若想留下，日后面对神女，切不可像方才。我现在信了。系统，接下来就看你了。没问题。蝗虫，追绳子！我们所处的这片溪谷，地势偏低，四面有环山，风从高处过，虫往高处飞，这些蝗虫未必会进来。神女娘娘保佑啊！好不容易有了住的地方，不想再逃娘了。一定是神女娘娘保佑！神女娘娘，信都城蝗灾将至，数千百姓命悬一线，求神女娘娘开恩，救救信都城的百姓。神女不在凡间，西王母设蟠桃宴，神女前去瑶池赴宴。灵狐大人，可否请您看信白城数千百姓命在旦夕的份上，替我等向神女娘娘求求情？瑶池圣地乃西王母道场，非是我能随意出入之地。你们既是神女的信徒，若是诚心向天祷告，说不定神女能感应到。兄长，沈觉今日在此立誓，若神女娘娘肯降世解救信树府城百姓，沈觉愿意余生供奉神女娘娘，肝脑涂地，绝不背弃。宿主，你为啥不直接现身啊？非得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？轻易就能得到的东西，往往不会被珍惜。差不多了，该我上场装逼了。是神女娘娘显灵了，太好了！神女娘娘听见了我们的祈告。尔等祷告之事，无以知晓。天灾降世，本是天地轮回，诸神不得擅自插手，乱天道秩序。但此次蝗灾却非天灾，而是妖邪作祟。妖邪，难怪这次的蝗灾尤为恐怖，原来是妖邪在作祟。求神女娘娘救救我！妖孽乱世，生灵涂炭。身为神师，自是能坐视不理。吾将亲往信都城，镇收邪祟。神女娘娘万岁万岁万岁！神女娘娘救苦救难！神女娘娘，你二人随我沟同去。神女娘娘，前方有水，是否需要绕路？无妨，继续前行。
有人。是仙车，神仙显灵了，神仙显灵了。走吧。这咒是咒。神女娘娘，这乱世会有变好的一天吗？曾经我以为只要镇守边关，令四方异族不敢来犯，便能还天下太平，让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，不受颠沛流离之苦。可回京后，我才发现，从始至终异族都不是导致百姓困苦的根本原因。当今天子沉迷寻仙问道，宠幸奸佞，贪图享乐，苛捐杂税，压得百姓怨声载道。乱世不是天降的灾祸，既然是人造的，便该由人来结束。由人来结束，是靠那些在朝堂上争权夺利的宦官诸夫，还是靠那些拥兵自重的诸侯？乱世从来没有赢家，哪怕有人最后结束了乱世，他得到的也只有残破山河。那神女的意思是，想要真正终结这乱世烽烟，不能寄望于天降紫微星，独挽狂澜，唯有唤醒每一个苟活于世的人，让他们心中有光，手中有刃，肩上有责，人人皆为星火，方能聚心成聚，烧尽黑暗，重铸人间安宁。人人皆为星火。道长，我们这样做真的能平息皇神之怒吗？赵太守这是不信贫道，不敢，只是这毕竟是条人命。皇神之怒需以活人献祭才能平息，此女八字至阴年方2期正最佳祭品。若太守此刻心软，待蝗灾降临，信都百里良田化为焦土，这责任太守担得起吗？道长说的是本官愚钝了。时辰已到，点火！为何不点火？活人祭祀，尔等是为供奉妖邪。休得胡言！贫道供奉的乃是皇神，你们擅闯祭祀大典，若惊扰皇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低小神的确需要人间香火供奉，但吾从未听过有谁需要活人祭品，假借供奉皇神之名，行祭祀妖邪之事，你们该当何罪？贫道乃奉天命行事。上古大灾，天子诸侯一行活祭之礼，平息神怒。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？谁给你的胆子，对神女不敬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还不快放开道长！大将军恕罪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下官该死。神女娘娘，这妖道与昏官该如何处置？不可！祭品未焚，皇神之怒未息，你们若敢……别怕，瓦爷在哪儿？苏阿恒，你先把刀放下。瓦爷在哪儿？还不快去地牢，把那个老东西带上来！阿爷，是我，是阿恒。不是自愿的，我叫阿恒，不是自愿当祭品的。你祖孙二人命中本不该有此一劫，实乃妖邪作祟，乱了因果。吾既见此事，自当拨乱反正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啊！神女显灵了！来了，皇神来了！你们看到了吗？皇神来了！贫道早说要用活人祭祀才能平息神怒，可这个女人打断祭祀，放走祭品，是他害的，他
不是神女吗？也可能是妖术啊！是你们触怒了皇神！若不是你们破坏祭祀大典，蝗虫根本不会降临信都城。诸位信都父老，贫道修行数十载，向来济世救人，今日之事，贫道问心无愧。道长，你真的还有办法吗？贫道自有办法让皇神息怒，但有一个条件：这妖女破坏祭祀，实乃灾祸之源。他和他的人若不离开信都城，贫道纵有通天本领，也无法平息皇神之怒。把他赶出信都城，都是他害的。他走了，皇神才能息怒。石铎，私自下凡，为祸苍生，还不速速随吾回九重天受刑！孽畜，还不现出原形！皇神大人，这妖女破坏小人为您准备的祭祀大典，千万不要放过她。宿主不是让我演妖怪吗？这人干啥喊我皇神大人？难道是有人跟我抢戏？云舒，无竟不知，你区区小妖，竟敢在凡间自称皇神，让信都百姓以活人为祭！大胆妖女，这分明就是皇神大人！这妖女破坏小人精心为您准备的祭祀大典，全然未将您放在眼里，您千万不要放过她！我就是一小妖，你非给我扣个冒充皇神的帽子，想让我牢底坐穿是不是？神女娘娘明鉴啊，小妖冤枉！他竟会说话！神女说他是妖，妖当然会说话。那玄鹤道长为何说他是皇神，还让我们用活人祭祀？您能召来蝗灾，岂是寻常小妖？您怎会不是皇神？您施展神通，让他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神力！小妖怎冒犯神女娘娘？你如实招来。小妖本是九重天灵兽园里一只小猪头，贪玩偷跑下凡，被那道士诓骗。他说只要配合他演戏，弄些蝗虫吓吓百姓，便能吃香喝辣。小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就答应了。你既是灵兽，当知用活人祭祀，以堕入魔道，当天诛地灭。神女娘娘明鉴，小妖根本不知道那道士要用活人祭祀，他说的是香火瓜果，小妖贪吃才答应的。你一拍！念在你尚未沾染人间因果，又有心悔过，吾便给你一次机会。从今日起，你镇守信都城，保信都3年不受蝗灾，将功补过，可愿意？愿意，小妖愿意。3年不受蝗灾哦，万一神女离开后她反悔怎么办？我们能不能像祭祀皇神那样，年年祭祀神女娘娘？真正的神灵从不需要凡俗香火祭祀，更换惯以无辜生灵血肉为祭的邪祀，以人命献祭神，而是借神之名行嗜血之恶，厌妒天道，践踏生灵，这是对神灵最大的侮辱。求神女娘娘恕罪啊！老朽3代人都参加过祭祀大典，一直以为这是规矩，并不知道这是在冒犯神灵。我们是被骗了。还有赵太守，是他下的令，他说这是朝廷下发的旨意，我们才信的。天啊，我们差点烧死一个活人。假传圣旨，活人祭祀，这2桩罪一旦坐实，我9族都不够砍。大家不要被这个妖女给骗了！什么9重天，什么灵兽园，什么天行司，不过都是他编出来的鬼话。你们仔细想想，为何他一来，那妖物就招了？为何他说什么，那妖物就认什么？这分明就是一出双簧，他才是真正的妖邪，他和这妖物定然是一伙的。你们若信了他，便是把信安城所有百姓的命都交到了妖邪手中。双簧？可是，那妖物确实听他的话。那他到底是神女还是妖邪？来人，把守城军给本官叫来。把这几个妖言惑众、扰乱祭祀的狂徒给本官拿下，格杀勿论。是。都给我住手！周校尉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本官不是让你去什么？去城外巡视？
好让你在这里活活烧死百姓。周白，我乃信都太守，是你的上官，你怎能以下犯上？末将周白，参见将军。边关一别，已有2年之久，不曾想你还记得我，自是不敢忘。都给我把矛放下！谁让你们对沈家军动刀兵的？让开！都让开！你们为何来此？难道不怕要挟？神女娘娘，俺们肯定是怕的。那铺天盖地的蝗虫，谁看了不腿软？可是神女娘娘您信都除妖，俺们不放心啊。沈准、二牛哥他们看着，俺们留在西谷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干着急，所以就来信都城看看。就是啊，要不是来了信都城，俺们都不知道有人污蔑神女娘娘。神女娘娘好心来除妖，他们却不知好歹，真是可恶。这一路可辛苦。神女娘娘，俺们不辛苦，俺们走的是近路。以前逃荒，走个3、5天才能歇一脚，这点路程算不得什么。对，不辛苦。神女娘娘，方才那个姓赵的狗官骂您的话，俺们都听见了，俺不能让他这么污蔑您。俺老家干旱3年，地里裂的缝能掉进小娃娃，树皮草根都吃光了，连观音土都挖不到几口。俺只能跟着乡亲们一路往北走，路上有人倒下，倒在路边，倒在水沟里，倒在不知名的荒山野岭。好不容易到了信都城，赵太守就把城门一关，说俺们是流匪，不放俺们进去。他还在城外纵马驱赶，踩死了好几个人。那时候，俺真觉得活不下去了。后来，是神女娘娘给了俺一碗粥，让俺活了命。神女就是这世上最好的陈寻。他说的对，可我们知道，谁给我们活路，谁就是菩萨。神女娘娘不仅给我们粥喝，让我们有栖身之所，还从天宫给我们带来神种。姓赵的狗官污蔑神女娘娘是妖，眼看他才是妖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恶妖。真的假的？你不像说谎。他们说的应该是真的。我前阵子也听人说过，城外有座神女庙，每日神女都会临凡赐粥。刚才神女还救了苏阿恒祖孙俩。书中没有沈爵在信都遇刺的剧情。浮生一梦能自保，却护不住这些人。再来，30连抽，一件高级部件都没有。恭喜宿主获得9天玄阴套装生破部件渡仙音。我想要能打的，你给我一个扩音器。总不能站在台上喊：“你们住手，快住手，不要再打了吧！”还有5万镇静值，我就不信抽不到。求求了，抽点有用的。恭喜宿主获得剑狱9霄套装，龟须迸剑镇至10万剑朝宗，可杀敌于无形。尔等当着吾的面残害吾的信徒，是未曾将吾放在眼里。神女曾说不会过多干涉人间之事，可兄长遇险，百姓遇险，终究还是出手了。
神女比我想象中更仁善，也更爱护自己的信徒。这感觉，便是面对国师大人时，也未曾有过。这已是第6次刺杀沈爵，若再失败，我无颜回国师府复命。我只要沈爵一个人的命，并不想牵扯其他人。你们现在离开此地，我绝不为难。你口中的沈爵，亦是吾的信徒。杀！善恶同下，并非所有人都沾了血债。若可以，我并不想动用归墟剑阵。归墟剑阵，开阵！吾给过你们机会，既然不懂珍惜，那便怨不得吾。这是神女第2次出手救我，在神女眼中，我是否是特别的？神明之怒，根本不是凡人能承受的。杀了这些刺客，是为了救更多的人。可今天我能选择牺牲他们，明天呢？我会不会有一天，也彻底漠视生命？宿主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还要恩威并施，收拢民心，让新卢城百姓请求你留下来吗？神女娘娘，这2人方才鬼鬼祟祟，像是想趁乱偷跑出城。神女娘饶命！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下官该死！求神女开恩，求神女开恩啊！道友，贫道也是受赵谦蛊惑，一时糊涂啊。你是修道之人，当知因果，不能妄造杀孽。今日你若杀我，必损道心，与你大道修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不如你我各退一步，在此静心论道，化解恩怨，方是正道。吾之大道，你不配听。张志，你多年来以玄和道长之名招摇撞骗，诱导各地百姓用活人祭祀，夺走3条先生性命。赵谦，你身为一方父母官，却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。为了敛财，你贪污赈灾粮，导致灾民流离失所，活活饿死，曝尸荒野。更甚者，你还收受贿赂，在公堂上颠倒黑白，草菅人命，造就无数冤假错案。你2人的罪行，万死难辞其咎。神女娘娘饶命，我错了。神女杀得好，这种草菅人命的狗官就该杀。还有那招摇撞骗的妖道，他害死了多少人？杀得好，该杀。光有恐惧不够，恐惧能让人臣服一时，却不能让人真正追随。恩威并施，方是长久之道。吾曾说过，若人间有人能将神种红薯培育成器，吾便降下一道机缘，让此地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3年不饥。老朽没听错吧？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神女娘娘说的是真的。神女曾在天宫偶遇农神，农神见凡间日子苦，便托神女娘娘从天宫带来一种叫红薯的神种。俺亲眼见过那神种红薯，跟俺们平时吃的粮食完全不一样。农神的神种，那一定是好粮食。岂止是好粮食？说了，那神种红薯1亩地能收2000斤。2000斤？真的假的？神女娘娘说的话还能有假？那神种现在有人种了吗？当然有，俺们都把神种当宝贝疙瘩一样照料。前阵子已经长出了小苗。真想看看神种长什么样。吾方才掐指一算，神种已成气候。今日吾便兑现诺言，赐下机缘。
麦子熟了。熟了，麦子熟了！这不是我们等下的刘家武神仙显灵，神仙显灵啊！这，神种长成了，一定是神女娘娘显灵。神女娘娘慈悲，神女娘娘大慈大悲，求神女娘娘留在信都城，让我们为您修建庙宇，塑金山，日日供奉您。求你留在城中吧。尔等若能首善持正，善待生灵，便已是敬天奉神，无需金身庙宇。宿主，怎么啦？系统，你说，牺牲一小部分人，拯救一大部分人，这件事是对还是错？这问题太复杂了，连我的资料库里都没有标准答案。但是，我觉得只要是宿主做下的决定，就一定是对的。这么相信我？宿主，你是好人。这些人本来都应该死在一场环灾里。宿主，是你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限时抽奖池是不是出了新套装？是的，这次的限时套装是千人千面套装，只有一套。对，限时抽奖池的套装都是随机刷新的。好东西，我毕竟不是真神女，不能一直跟凡人保持距离。每次扮演完神女都藏去荒野，时间久了，迟早真成野人。抽。恭喜宿主获得千人千面套装面具部件无相面。恭喜宿主获得千人千面套装衣袍部件万象衣。恭喜宿主获得千人千面套装声破部件千音破。恭喜宿主获得千人千面套装头发部件幻丝。使用次数居然只有一次。宿主可以强化升级，升一级就能增加一次使用次数。算了，先不强化，凑合着用吧。宿主，千人千面要先捏一张脸才能换上。那就捏一个能走进人间的身份。没想到我捏脸天赋还挺高。宿主，新身份要保存吗？保存。宿主，要现在换上千人千面吗？换。这张脸我太熟悉了，在金三角卧底的那些年，我无数次觉得自己撑不下去，是这张脸的主人陪我走过一次又一次。以前我还想过，万一哪天我暴露身份死了，李清河至少能给我收尸，结果他比我更早死，我连给他收尸的机会都没有。如今想想，收不到尸也算好事。虽然拿死法做比较，像是地狱玩笑，但我被炸死，
确实比他被折磨死舒服。原本游侠套装附赠10两银子，买了这匹马就只剩6枚铜板。住客栈是住不起了，天天睡野外也不是个事。这声音，难道是山匪打劫？山匪劫道，居然还能端坐看书，这人倒有点意思。乖乖将金银交出来，爷赏你个痛快！河路裴氏的马车，你们也敢拦？老大，河路裴氏是世家大族，要不然咱们放他们走吧。天高皇帝远，这里是信都城，又不是河路，你怂个屁！杀了我们，你们定然会麻烦缠身，放我们离开。这马车里的金银，你们都可以拿走，我们绝不追究。这位公子，你不如付我报酬，我帮你解决掉这些山匪，怎么样？哪来的野丫头？姑娘开价多少？100两。100两，解决这8个人。嫌贵？那我再保你的马车平安到达信都城，这个算附赠的。叔父，她只是个女子，怎么打得过匪徒？打不打得过，试过便知。考虑的如何？臭丫头，你在找死！喂，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成交。母亲的笑是端庄的，府上下人的笑是讨好谄媚的，姐妹们的笑是矜持的。我从未见过这般恣意洒脱的笑。怎么样，女子手中若是有利刃，是不是也不弱于男子？100两。之后还要劳烦姑娘护送。在下河路裴度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裴度，这名字听着有些耳熟。书里提过，裴度跟沈玉是同窗好友，是不可多得的战术军事型谋士。方才这小姑娘喊裴度叔父，想来她就是书中男主沈珏的正妻裴婉宁。放在现代，她这个年纪还在上学，可在这个时代，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李清河，河清海岸的清，时河岁丰的河。李清河，我从未见过她这样的女子，不仅会骑马，还会打架。母亲说，女子要温婉贤淑，才能嫁个好人家，连我想出门看看灯会都不许，更别说舞刀弄剑。天色不早了，李姑娘，走吧。阿宁，等到了信都城，我就托人送你回河路，下次别再一个人偷跑出来。叔父，我不想回河路。为何？母亲想让我跟袁氏2公子定亲。我不想嫁人。阿宁，女子到了年龄都是要嫁人的。叔父，可我不想嫁人。从小到大，你是家里最疼我的人，什么都依着我，为什么这件事不能依着我？阿宁，我只是你的叔父，你的婚事我做不了主。原来小姑娘是逃婚，会讨好啊，说明有反抗意识，并非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。如此看来，他们欠缺的从来不是拿起利刃的勇气，而是缺少拿起利刃的机会。我要做的，就是给他们创造机会。李姑娘，此番多谢。钱货2清，告辞。姑娘是要租房？是，可还有空着的偏院？有的，有的。这偏院安静是安静，就是旧了些。姑娘若嫌弃，不嫌弃，有这条件，还有什么好挑剔的？虽然我早就习惯在艰苦条件下生存，但我终究是人，不是神。
人都会累，会饿，会冷。宿主，你交代的事我办好了。我用神谕将你的话告诉了西谷那些信徒，让他们推广红薯。估摸着明天他们就会带着红薯来信都城，教信都城的百姓种红薯。干得漂亮，系统。奖励你一个大肘子。大肘子！哇，宿主，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宿主呢？快吃吧，再不吃就冷了。这大肘子可真香啊！宿主，我明天能吃2个大肘子吗？系统，咱家啥条件啊？还一顿2个大肘子？好吧，那就是买给你的，用不着跟做贼似的。对了，宿主，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沈毅他们带人连夜在城中建神女庙，咱们要不要去阻止啊？他们要建就建吧，况且沈玉是个有分寸的人，他不会做劳民伤财的事，用不着操这个心。长抽奖池总让我破防，但我想改变这个时代女子的处境，便只能抽这个，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抽到有用的东西。恭喜宿主获得国色芳华套装步步生莲，恭喜宿主获得9天玄阴套装手持部件，冷却120小时。这玩意儿只能送别人，我自己拿着一点用都没有，垃圾。恭喜宿主获得千机百将套18件之一百工匣，每次开箱随机获得一种工业癖能，收集所有部件解锁百工百业技能。系统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抽到了绝世大宝贝。这可是能点亮科技树的东西啊！只要收集齐千机百将套装，我就能获得各行各业核心技术。到时候想造什么造不出来。宿主，你该不会是100连抽只抽到3个高级时装部件，气疯了吧？你懂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点亮科技树了。冷静，不能上头。宿主，你不抽了吗？不抽了。眼下我已获得的那些时装基本技能都在冷却当中，倘若不留点震惊值，一旦出点什么问题，就会影响我所有布局。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，任何时候都要留后手，留底牌，不然会没安全感。宿主，这就是你说的绝世大宝贝？对。怎么了？不行，不行，我得先去洗个手。宿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开箱之前先洗手。洗手就能开出好东西吗？不一定，但仪式感得有。没有飞机大炮，给我来个蒸汽机，或者屈原炉、纺织机都行，我不挑。我靠，果然是个大宝贝！宿主，不就是一台纺织机吗？这玩意儿拿到古代来，等于什么？等于工业革命的火车头被人一巴掌拍进了农耕文明的棋盘里。纺织业将直接跳过手摇纺车时代，从单顶变成多顶，生产效率会翻几倍，甚至10几倍。可是宿主，这不就是一台早就被时代淘汰掉的老古董吗？你干嘛这么激动啊？算了，跟你解释不清，光有纺织机还不够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系统，你马上出去打听打听，信都城中有没有比较出名的工匠？工匠？对，我要利用这台纺织机，让这个时代的人掌握制造纺织机的技术。宿主，用不着出去打听啊。我回来的时候看沈玉他们建神女庙，听见有人说那个苏阿恒就是信都城内手艺最好的工匠。苏阿恒，是今天在祭台上差点被活活烧死的那个小姑娘。宿主，系统，明天我给你买2个大肘子。好啊，好啊。
裴度，没想到你还真来了。我原以为最先被骗来信都的人应该是陆不言，毕竟同窗里就属他最傻。谁曾想来的人竟是最不好骗的裴度，真是失策。不过没关系，问题不大，反正只要来了信都城，那就没有放他离开的道理。沈玉，你寄书信给我，说找到了拯救万千黎民百姓于水火的办法，要我来县都城谋事，字里行间说的慷慨激昂。你别告诉我，这就是你的救民之法？裴度兄，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。我离京后，在寻找我兄长的路上，偶遇一位神通广大的神女。她不仅能令麦苗一夕之间长成麦穗，还赐给了我们名曰红薯的神种，能亩产2000斤。只要我们将这红薯推广至天下，这世间定然就不会再有一子而食的惨事。沈玉，啊，你脑子也磕武士丹磕傻了？啊！那武士坦不是好东西，你若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沈玉，就别再服用。否则，你我就此别过吧。我真没服武士散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兄长最讨厌巫蛊之术跟那些方子炼的丹药。倘若被他知晓你在服用武士散，他定饶不了你。沈玉，城外的麦子收得差不多了，我正好有空，你休息吧，这里我来看着就行。沈将军，这座神女庙是你让人建的？裴度来了信都城，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的，说什么都不能让裴度走出信都城。无论如何，都得将他留下来。卓白，二公子，这里你盯着，莫要出差错。是，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？裴度兄远道而来，自然要先歇歇脚。太守府就在前面。这太守府怎么成了这样？信都太守呢？那厮鱼肉百姓，作恶多端，触怒神女，遭神女降下神罚，当场暴毙了。沈玉这位兄长年少成名，素来痛恨鬼神之说，甚至因此得罪国师，被贬出京，遭圣上厌弃，仕途毁于一半。按理说，他应该更加痛恨鬼神之说，可他说起神女二字时，竟是那样理所当然，没有半分调侃与游意，这十分反常。沈将军，你什么时候也开始信这些鬼神之说？以前不信，那是因为没遇见神女，就像井底之蛙从未见过外面的天地，便以为天地只有井口那么大。那位神女杀了朝廷命官，又占了太守府，让你们在这儿登记户籍。怎么，你们是想跟着她造反？裴度，你休要诋毁神女。神女一心救苍生，连供奉在神女眼中都是过眼云烟，她又怎会贪图人间权力？利用太守府办公，只是我们这些信徒自作主张，不想辜负神女一片心意。神女帮我们惩戒了狗官，又给了我们亩产2000斤的神种红薯。倘若还无法将这信良城治理好，那我们真该引咎自刎，无颜苟活于世。沈玉说的对，裴度，你切不可再说神女意图奏反这等亵渎神灵之言。神女乃9重天上的神级，人间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理应都是神女的。真要论起来，那也是大雍皇室占了神女的人间山河，岂能本末倒置？这沈家大抵是完了。一个从来不信鬼神的少年将军，如今张口闭口神女，目无君上；一个好端端的天纵奇才，如今成了神女的狂热信徒。他们口中的那位神女，定然有什么操控人心的本事，否则这根本说不通。行，我得赶紧带阿宁离开。沈将军，沈玉，我忽然想起，先生，先生，成了。阿和，不着急，慢慢说。先生，那些红薯苗长成了藤，我们从地里挖出来好多红薯，吃1年都吃不完。此话当真？昨日灵狐大人来溪谷传谕，让我们把红薯带来了信都城。带我去看看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，一时间竟辨不清究竟是何物。裴度，你快尝尝，这红薯味道甚美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神女赐下的神种，它是粮食。大哥哥，是的呀，神女娘娘赐下神种红薯，不仅能生吃，还能用火烤着吃。
煮熟了也能当饭吃。替我引荐，我要见神女。神女哪是我等凡夫俗子想见就能见的？啊，先生，我先不跟你们说了。神女娘娘今日又从天宫带来一件神物，正在城中选人，我得赶紧过去，不然挤都挤不进去。要不是我年纪小，得听长辈们的话，给先生他们报信，我肯定能抢到好位置，在最前面跪拜神女娘娘。沈玉，你好好招待裴度，我先走一步。瞧着还是不够完美。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以前我见过阿娘织布，知道一匹绢要经过多少个日夜才能成型。可这女子用的东西，织布的速度竟能抵得上数个织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纺织机。阿恒，阿恒，阿爷，快去洗把脸。听人说神女您烦了，神女娘娘对咱们祖孙有救命之恩，我们得去拜拜娘娘。阿爷，知不知道有一种纺织机，一个人能顶数人织布？你怕是累糊涂了，便是天上的织女，恐怕也没这等本事。咱们快走吧，莫误了时辰。吾今日下凡，只为一个赌约。那是何物？简直闻所未闻！会不会是神女娘娘的法器？神女娘娘说的赌约又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这跟我梦里看见的那家纺织机一模一样。此乃织女的纺织机，你们且看，寻常纺车一人一动，一次只能纺1根纱线，而这架纺织机一轴带动8斗，1人之力可抵8人之功，甚至更多。当之神物啊！这绝非人力所能也。非也，此物所用不过是滑轮与齿轮之巧。你等若能参透其中奥妙，无需任何仙法神力，人人皆可为之。这便是那赌约的由来。织女言，凡人之智不足以驾驭这等天宫之物，吾却不这么认为。在吾眼中，凡人有着无限潜能。尔等且随吾来，负责操控梦境场景。600年前，世人皆种平原沃土，无人敢上山开封种粮食。可人口日增，平地已不够养人。山上种稻子，你怕不是到时候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哟？他用了20年，将一座荒山变成了1000亩梯田。天下人恍然大悟，原来山上也能种出粮食，平地也能养活人。500年前，天下倾蹂，学宫荒废，读书人皆被视为无用之人。如今这世道，读书有何用？不如去种地。地种不好，荒的是一季；人心若荒了，荒的是一辈子。他教出的弟子遍布天下。他死后，乡人自发为他立碑，碑上只刻4个字：斯文在兹。400年前，吴越地界出现了第一座不用桥墩的石拱桥。它的建造者河道那么宽，不用桥墩，桥怎么立得住？只是一个普通木匠，他不懂什么仙法，却用一把凿子、一把尺子，算出了天地之间的平衡。300年前，朝廷禁海，商路断绝，南方的茶叶、丝绸等物品运不出去，
北方的马匹、皮宝等物品运不进来。怎么都得死在这儿？翻过这座山就是活路。他足足用了3年时间，走通了那条被大雪封了数百年的商道。从此，南北货物得以互通，沿路城镇因商贾到来而变得繁华。凡人的智慧远不止这些，所谓潜能也不在天赋异禀，而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。吾自天地初开，便诞生于这世间，万万年来见过生灵无数，唯有凡人让吾看到了这种潜能，将一件件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。为此，吾不惜以自身万年修为与织女对赌，赌你们定能胜天半子。没想到神女竟会为了我们替凡人争一口气，用自身修为与织女对赌。若此间能造出百打纺织机，织出千匹良布，便算无赢。我须得提醒一句，这纺织机终究是天宫之物，凡人若想参透其中奥妙，必定遭受反噬，轻则伤残，重则身死。现在，可有人愿接此重任？轻则伤残，重则身死，这不是儿戏啊，这是拿命在赌。家中为了供我读书，都勒紧裤腰带过活。倘若我未能闯出名堂，便身死道消，这如何对得起家中父母和妻儿？这一家子该怎么办？兄长，神女行事自有章法，你对织布纺纱一窍不通，即便你上前请命，神女也不会选你。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我初来乍到，还是不要贸然出头为好，免得冒犯神灵。若是无人愿意，吾也不勉强。神女娘娘，我愿意替您分忧。我不懂别的，可织布纺纱这事儿，我打小就会。神女娘娘，您如此信任我们，我就算是残了、死了，也绝不让您失望。那不是张家嫂子吗？你认识她？落荒之前跟周家是一个村的，她生活孝顺，十里八乡都是出了名的，所以大家都叫她九娘。她也不出点什么事儿，她孙可怎么办呀？张嫂子，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给你养孙子，只要我赵大活着一天，就绝对饿不着他。谢谢，谢谢。张嫂子，你咋能给我磕头？我受不起啊！请神女娘娘将此重任交给我们，若能参透这纺织机的奥妙，无论是反噬也好，天罚也好，我愿一人承担。神女娘娘，阿恒只是个小丫头，说话也没个分寸，您别听她的。就是，这是我们大家伙的事，也算我一个。阿宁，裴度，你身体不适吗？我没事，眼下事情已成定局，我总不能再继续把阿宁带走，触怒神女。如此甚好，女子一腔忠勇，从未逊于儿郎。今日你们敢为吾挺身而出，皆是巾帼英杰，勇气可嘉。为神女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吾心甚悦，故赐你们一件法宝。此花名曰白玉铃兰，佩之7日内福运相随，可免于一切天谴反噬。张嫂子，别愣着了，神女娘娘将法宝赐给了你，你还不快谢恩？这法宝，神女娘娘不是赐给我一个人的，它是我们大家的。张嫂子，她就一点私心都没有，谢神女娘娘赐下法宝，命妇不负娘娘，必不负神女，必不负神女。孺子可教也。7日后，便是这场赌坚定输赢之日，吾甚是期待。僵死我了！神女不能做大表情，连微表情都得控制好。再这么崩下去，我脸不僵才怪。宿主，咱俩这次真的发达了，177600！我的爸呀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震惊值。好像不对，我绑定宿主你之前，连17万后面的零头都没见过。这次你功劳不小，奖励你2万震惊值。
皇上说的对，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？现在已经有了李清河这个身份，再强化千人千面有点浪费，现实池也没刷新。那就试试看，能不能把天横招之和千机百将剩下的部件抽出来，随便来哪套都行，我不挑，真的。恭喜速得国色风华套装耳环部件朱蕊含香，恭喜宿主获得国色风华套装面装部件花神泪。这绝对是给我做局了，不然人怎么能黑成这样？再演我掀了你这破抽奖池了！别来了，求求了，别来了！恭喜宿主获得国色芳华套装手持连部件荷叶儿香车，恭喜宿主获得天章套装挂件部件刑法之尺。宿主，男主对你的好感度升到70了，已经到了爱意迸发的感情阶段，估摸着很快就能完成任务啦。完成任务就意味着宿主会和我解绑，回到原本的世界。我不想这么快完成任务。还早呢，我都没刻意攻略，沈慈的好感度还加得这么快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大庸13州56城，我现在才单下信都1座城，路刚打通，还没有铺好，更没有铺远。如果这个时候完成任务，被迫离开，一切都会变成泡影。这些被我唤醒的人，结局只会比袁术更惨烈。不行，得想办法让沈爵减点好感。系统，如果我改头换面，隐藏身份去攻略男主，他对我家的好感算不算？算。宿主容貌虽然变了，但本质上你还是你。所以男主即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你产生好感也是算的。系统，我突然想到一个攻略男主的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上一世为了任务特意学过1个月书法，把这个送到沈爵桌上，别让他发现你。宿主，要不歇歇吧，也用不着这么急着去攻略男主。不行，我现在只要是1分钟不攻略男主，浑身就像有蚂蚁在爬，我等不了。蝗灾之祸落定后，信都能这么快恢复，少不了沈玉和沈爵的功劳，也少不了那些默默无闻共同维护这座城的人。老板，来份荷花酥。李清河，还记得我？看来你记性不错。刚看你一个人闷闷不乐坐了半天，给你买份荷花酥，尝尝吧，说不定吃点甜的，心情也会变好。我就给你买了包荷花骚，花的还是你叔父给我的钱，用不着感动的痛哭流涕吧？才没有，还怪好吃的。今日神女降临信都城，你没去吗？我好像没看见你。我听说了，神女是不是还从天宫带来了一架织女的纺织机？可惜了，我今日有事不在城中，未能亲眼看看那天宫之物。我心里突然舒坦了不少。虽然我不懂纺纱织布，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我见到了神女，神女还夸了我，说我勇气可嘉。是吗？其实也不是夸我一个人嘛。而且我觉得自己挺没用的，有点配不上神女的夸赞。张姐姐他们会织布，阿恒妹妹会做木工，只有我什么都不会，笨手笨脚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，像我也不会织布，不会做木工，但我会骑马射箭，一身武功不比男子差，就算上阵杀敌也能以1敌100，所以不必完全否定自己，只要找准自己擅长的方向，将来未必不能做出一番成绩。好，以后你上场当将军，我就去给你当军师。你别小看我，我叔父说过，我天资聪颖，兵法谋略一点就通，有治国安邦之才。只可惜是女儿身。我刚刚那些话
你当我没说过吧？我只是个女子，专归是要嫁人的。况且数百年来，从未有过女子上战场，这不合规矩。这世上的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既然是人定的东西，就能被人更改。那如果反抗不了呢？我出身河洛裴氏，家族给我带来荣光，也给我带上枷锁。我无法反抗父母做下的决定，他们要我嫁人，我就得嫁。你想嫁吗？我不想嫁人。你一个人反抗不了，就去找和你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抗。你看，一根筷子轻轻一折就断了，可要是换成这一把呢？你说的对，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，但聚沙成塔，蝼蚁亦可撼树。对，聚沙成塔，蝼蚁亦可撼木。可是，会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吗？至少我愿意。你家里打算让你跟谁定亲？之前家里是让我跟袁氏二公子定亲，我逃走了。如今他们又让我嫁给沈氏大公子。沈氏大公子，听说他还是当朝大将军。大将军，很好，我去会会他。沈玉，我要回河路。子让兄，你再坚持2日，等这些公文看完，我们定能轻松几日。你觉得2日能看完？是你不要命，还是想要我的命？我的意思是，陆不言应该再过2日就能抵达信都城，到时候多个人帮忙，我们就能松快些。再者，我已让人在城中贴了告示，说不定明日就会有人上府。我最多再待2日，2日后若还是这么点人傻，我绝不多留。如今陛下整日沉迷炼丹，不理朝政，各州刺史各自为政，天下大乱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放眼天下，唯有受神女娘娘庇护的信都城是世间罕见的安宁之地。子让，不如你也书信几封，邀些好友到信都谋事。言之有理，我这就书信几封。老师，我能看得懂的都写好了，剩下这些我看不懂。阿和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先生。你怎么收了个女童做学生，还让她来写文书？自然，在神女面前，众生平等。我并非轻视她，但你扪心自问，若朝堂公先看见一个9岁女童在太守府写文书，他们是先看她学问，还是先看她的年纪与性别？你这么做是把她往风口浪尖上推，而且稍有差错，就会害了她的性命。阿和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谁手里的提线木偶。无论他做出怎样的选择，都是他自己的事。他若想像寻常姑娘一样嫁人生子，我会祝福他，替他找个如意郎君。若他想走一条前无古人的路，我作为老师也会竭尽全力为他铺路。岂有此理！兄长，我只是跟子让闲聊2句，你何须动这么大的怒？别误会，我不是冲你们发火。我方才看公文时，在桌上发现一封信，写信之人竟说我有勇无谋，我今日非得找到此人，狠狠教训动他一顿不可。兄长，我们可是嫡亲兄弟，你有点心眼就往自己弟弟身上使，合适吗？合适吗？我为何刺杀我？你就是那位受人追捧的沈大将军，本人瞧着也不怎么样嘛。不仅是个小白脸，连年纪看着也比阿宁大了不少。谁派你来的？你说的阿宁又是谁？李姑娘，你这是何意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看不惯你们强迫一个小姑娘嫁人，嫁的还是这么个徒有虚名的小白脸。我堂堂7尺男儿，怎会做强迫小姑娘这等龌龊事？你休得胡言！沈将军，你还不知道此事？什么事？宁远侯已经为你与我大哥的独女婉宁定下了婚约。裴兄，这婚事是家父自作主张，我此前并不知情。我即刻书信一封，让父亲将婚事退掉。劳烦裴兄替我跟令哥解释一二，我愿在能力范围内补偿裴小姐。沈爵，
要退婚，也该是阿宁退你的婚。是你配不上他，不是他配不上你。看在你是女子的份上，我不与你计较，休再胡搅蛮缠。你还真是自以为是。若我今日打过你，你就让阿宁退婚，如何？狂妄！你若赢，我任你处置。好啊。就你这样的，也能当上大将军？那封信是你写的？对，就是我。沈大将军，你也不过如此嘛。跟你这种小白脸打，真没意思。老老实实等着阿宁退婚吧。宿主，没事的，不就是男主对你减了40好感度吗？这不是还有30吗？唉，我也没想到男主居然不吃这一套。偶尔失败那么1、2次，很正常。宿主，你别灰心。你说的对，我得振作。有了这次教训，我觉得攻略男主不能着急，得循序渐进。是的，没错。我想了想，我们还是得先赚震惊值，多抽点时装，再去攻略男主。宿主，要不然你穿上那套新抽到的国色芳华，在信都城转一圈，那套时装特效肯定能惊掉所有人的下巴。雍巢没有玻璃，这东西是我穿过来后试了无数次才烧出来的。国师大人，您尝尝。在古人眼中，玻璃就是天公造物，所以我说自己是天上仙人转世，皇帝深信不疑。刚穿到这个世界时，我还会平等看待身边的人，可权力越来越大，人也就变了。若张芝已经用我教的灭皇办法抢先收拢民心，拿下信都城，就能传信让他把那穿越女带回京都。都这么久了，还没消息。大人又在想什么？莫不是想着哪个美人儿连玄儿在眼前都看不见了？天上的神女，那神女到底有什么好的，值得大人这般惦记？玄儿一颗真心都交给了大人，您多看看玄儿好不好？郭玄儿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安分点？大人，妾身知错了。启禀国师，信都急报。讲。玄鹤道长于3日前在信都城遇害，连同信都太守赵谦、信都副校尉郭滂全都离奇失踪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可知是何人所为？据说是沈将军与信都城那位神女。沈觉可真难杀。大人，你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妾身就这么一个哥哥，他死得不明不白，你一定要让那2名贼人付出代价。给我备车，我要进宫见陛下。张志是我师兄，沈觉和那个穿越女杀了张志，就是在向我宣战。既然如此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是。先下手为强，才是净道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京都来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快说。陛下派国师带兵的信都城，说是要捉拿谋逆的沈将军，还有私自施咒的神女娘娘。神女娘娘是顶顶好的善神，陛下跟国师怎能不分青红皂白？我听说那位国师也是仙人转世，咱们得罪不起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国师一来，肯定又要打仗。依我看，实在不行，还是把沈将军跟神女交给国师。你干什么？你吃着神女娘娘赐下的粮食，却说要把神女交出去，赶紧滚出信都城！别逼我削你！信都城容不下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就是把他赶出去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赶紧滚！系统，这个国师是怎么回事？国师？我记得他只是书里的一个小炮灰，他怎么脱离原剧情，突然带兵才信都城？还有上次那批刺客也有问题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因为宿主穿到这个世界产生了蝴蝶效应。不对，常年穿统一服上的护卫的直觉告诉我，这绝不是蝴蝶效应。还没出来，国师
都要带兵来了，咱们不能干等着啊！大家快看，沈公子出来了！诸位来此，所谓何事？沈公子，俺是个打铁的，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是良心。如今有烈有良心要来害神女，只求公子贼人让神女娘娘，俺第一个不答应。我是青城城的裘德庄赵良草，这里也不懂这些，是这里先要银子，实做主张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沈公子，我虽然看起来瘦，但我跑得快，我能当斥头，能送信。还有我也要加入守城军。没有神女就没有新都城，不能让贼人冒犯神女。那个国师要是敢来，就把他打出去。民心所归，大事可成；民心所离，利剑灭亡。多么可爱的一群人啊！宿主，我眼睛好像尿尿了，对不起，我可能有点性感，不对，是感性。宿主，他们真的很爱戴你，要不然你直接放天雷劈死那个国师算了。反正看书中描写，那个国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弄死他都算为民除害。这样既能解决信都危机，还能赚一波震惊值，一举两得啊！不急，此时出手化解信都城危机，虽然省事，但会让他们过度依赖神灵，而且这样还不能让他们的震惊情绪最大化，得不偿失。那宿主的意思是？再看看吧，也该想想，到时候穿哪一套出场了。来了，来了！国师的兵马距城已不足10里。上城墙。符燕，我去吧。守城之事，我比你更合适，你留在后方就好。可，倘若我跟沈将军都出了意外，信东城至少还有你。骑兵在前，弓弩2翼，中军护车。奉陛下旨意，捉拿妖女与骠骑大将军沈觉归京，开门献城，既往不咎。若敢违抗，城破之时，鸡犬不留。罗道清，这一剑是你称神女为妖母的代价。沈觉，我此次可是带陛下来信都问罪，你竟敢持弓伤我！你不是自称仙人转世吗？既是仙人，又何须畏惧我手中弓箭？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系统，我穿书的蝴蝶效果还能让这个国师造出火炮？那是什么？趴下，都趴下！仙人，这是仙人的手段呀！咱们凡人怎么可能打得过仙人？仙人降罪了！我们怎么可能赢？那是天罚呀！都给我起来！你们好好想想，神女娘娘何时害过信都百姓？此人一上来便称神女为妖女，倘若她真是仙人，怎会不知神女身份？她定是在贼喊捉贼。我等神女追随者，何须畏惧妖人的妖术？沈将军说的对，那厮才是妖人。对，神女娘娘待我的恩重如山，我等岂能背弃神女？神女曾说过，凡人之潜能，敢叫日月换新天，定能胜天半子，跟妖人拼了！守护信都城，守护神女娘娘。沈觉，此人名叫赵二牛，你应该认得他吧？我是在一处溪谷抓到他的，那里还有一座供奉妖女的野庙。为了百姓不再受妖女蛊惑，我顺手就将他移为了回土。是小小的惩戒，若惹等人执迷不悟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
沈觉，我给你2条路：其一，你即刻自裁，将妖女交出，我可保信都百姓无恙；放你爹的狗屁！开城门！我要跟这妖道拼了！开城门！沈将军，我等愿随将军死战！死战！死战！随我杀！区区蝼蚁，也想撼树？怎么回事？难不成上天也在帮沈错？神女娘娘，这不关小人的事儿啊！都是国师逼我来的。神女娘娘明鉴啊，小人也是被这妖道蒙蔽，都是他胁迫我毁了神女庙。求神女饶命！求神女饶命！后世之人毁无神庙，伤无信徒，搅乱人间因果，汝该当何罪？难道这世界上真有神灵？